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吧。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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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2亿智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我们第1赛段盲盒抢金赛最后半场的比赛开始。首先是愤怒，说77，凭什么？然后得出答案，77，资本。最后盖棺定论，77，爱奇艺长公主。总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我支持孙权。医生做了个检查，说看了半天，你好像不是这个病。晴天霹雳，这么多年白瞎。而且我靠这3根手指还做到了领导的位置啊。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手这个样子，其实呀，我手底下全是你们这个样子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嘿嘿，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嘿嘿，牦牛肉卖不出去给嘿嘿，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嘿嘿，全民给嘿嘿。这是第1次一组对决的3位朋友都超过了200票。老师，您对我采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回头看那个视频了，各位，我不像采访者，我像旁边西餐厅的相亲男，拿着红酒杯在那小易呀。你觉得我怎么样？最后的掌声全部给到刘奎，恭喜你在车轮战中杀了出来，直接晋级，并且拿到复活金牌。在这里恭喜晋级的所有演员朋友。分数高的演员朋友会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的街头大屏。欢迎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大家，然后也欢迎老朋友刘仁成。这个奶油哥，您最近在这个各种综艺上那个闯祸的场景，大家都非常闯祸来的，但是我真是第一次线下看脱口秀。但是你别说啊，咱们观众的这个气氛，已经把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期待已经燃起来了。我相信。场上的选手可能比咱们更炸裂，但是我希望咱们底下的气氛比他们还炸裂，好不好？好，哎，炸死他们！高兴归高兴，过会儿人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不插话不能说话啊，不能中间哎，你这个这不行哈，不能打断是吧？哦，好，没想到是从这儿开始嘱咐。那小马老师呢？整个第1轮印象深刻的那些，跟我们分享一下。记忆比较深刻的0.7说猫头鹰的段子，还有一个是新人叫海宇，对他的表现让我们都非常的惊艳，就让人觉得又浪漫又很好笑，这几个是让我特别记忆犹新的。录完了这段时间，我经常跟同事在一块儿，不知道哪时候情绪不太那个了，我经常还会突然冒出来。
嘿嘿，就突然给来一下，嘿嘿，维护高才。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一特恋旧的人，录了这节目发现自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这个确实是每一季都有新来的朋友们，都能让我们耳目一新。比如说什么这浩啊，包括海宇啊，还有杨崽儿啊，包括这次我们来的新朋友乃文老师，是吧？也弥补了那个于和伟老师没有来的遗憾。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今天的比赛吧。真好，谢谢各位。我为各位介绍一下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的玩法和规则。我们还有45组演员，他们会按照第1轮的排名选择自己欣赏的对手，组成1v1的对战关系，所以是对抗路对决。每组票数高的朋友直接晋级，票数低的待定。全场跟上一轮一样，220票，216位观众，4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喜欢随时投票，但提醒各位演员和观众朋友注意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1对1的对决。这场对决里面没有人绝对安全。如果2组演员票数都低于160票，2人同时待定。但相对应的，如果2组演员票数都超过了200，2个人同时晋级。也就是说，这场对抗路友谊赛里面，我们期待的是大家一起来创造一些精彩的棋逢对手的美妙的对决，就喜欢看这种相爱相杀的戏码。当然，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是补位晋级。最终这一赛段有13组朋友将暂别喜单的舞台，我们最终的晋级是32位。那么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就有请今天要展开对决的朋友们出场。太帅了！我们欢迎徐福气、翟佳宁、张武伟、刘奎、陈数、林简七。哇！唐凯峰、肉食动物。阿拉小马。于国浩。完全光了。辛博7号。欢迎我们参加首场对抗路友谊赛的所有朋友，期待各位的精彩对决，请前往备战区入座。欢迎。庞博，您说他们这个1v1是怎么选？就是我跟你熟，我挑你，还是说我恨你，我挑你？这问题挺好，都有可能吧？都有可能是吧？您这个问到点儿上了，这问不出真话。问答案都是欣赏。我就挺期待他们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的。就我为什么会选你，就是到底是相爱还是相杀，还是相爱相杀？不知道。您是研究犯罪心理？反正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吗？但他们这里好多的确都是本身就很好的朋友，就组成了一对。比如陈数和林简七，他俩不就是很好的朋友吗？是吧？是吗？一般。公开资料记载还是啊。我俩哪有公开？他们这些个分组确实是耐人寻味，不知道怎么分到一块儿去的。就比如说大宅，你跟徐福气，你们俩这个风格非常迥异的2个人，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没，就是当时没有男的选我，当时。对，然后我跟徐福气也认识好几年了也。哦，那乃文哥这边有您非常熟悉的肉食动物了。肉食动物，对。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我跟这哥俩呀一直说，我说一定要线下看啊，但是就是没看成。那是他们欠你一个，就是他没给你票是吧？哎，对呀，是你们俩欠我一个呀。对，所以今天会补上。OK， 好。那个门票钱一会儿找后台稍微结一下。谢谢。那还是我欠你们俩的呀。看出来所有人都欺负乃文哥好懵啊。是。
今天来到现场给大家加油的，还有我们坐在2楼的很多俱乐部的负责人，然后也欢迎我们节目的很多编剧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节目离不开编剧的付出，当然也离不开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那为了让这些朋友不至于那么紧张，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老朋友，要帮他们暖个场。这位朋友前2季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陪伴我们，这一季他也不能缺席，我们掌声有请终身现役的刘洋。哎呦，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开心回到这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很简单，就是长见识，每天都在长见识。我有个儿子，各位知道吗？哎，真的，时光荏苒，朋友们，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儿子刚刚出生，谁能想到2年后，我儿子已经2岁了。哇，天哪！然后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带我儿子去体检，我给他买了个体检套餐，然后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跟我说，他说先生你好，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视力和智力，要不要加钱测一下？我说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然后我说得测呀，你这套餐套什么了？就套我了这个。他说 OK， 那我给你测呀。他先把我儿子放到一个凳子上，然后在2边打了2个响指，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我说 OK， 这是建立档案吗？他说已经测完了。我说就您这2个响指，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他说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我说多少钱？幸亏没问。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太可怕。然后他问我，那先生智力还测吗？我说这不已经测完了吗？他爹是这个智力，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这不2代弱智吗？是吧？我带我爸也看过病，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我爸是这样，我爸60多岁了，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然后我带他去医院，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各位1200块。1200块，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当代24孝，刘洋挂号，太贵了这个号，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我爸见到医生，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说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医生说一般60岁啊就不小儿了。我听了之后我就一个感受，我说你看，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啊，祖孙3代弱智啊这是。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各位100%真的。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我说什么病？他说就是您父亲啊，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我说哦，现在呢？现在还有神经病吗？更严重了，怎么可能？但是一直在长见识，我性格都已经变了。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就是这样。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尽力了。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
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呢。哎呦，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我就去了哈，我去了。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我说 OK，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1.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我洗了把脸，甚至敷了个面膜，朋友们，哎呦。太精致了！我一看镜子，我说这还是留洋教主吗？这不仙女教母吗？哎呦，太精致了！然后敷面膜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蝙蝠侠大战超人》。各位，蝙蝠侠，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蝙蝠侠第2天要跟一个外星人，一个会飞、胸肌能挡子弹、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蝙蝠侠在健身。我说大哥，这来得及吗？啊，在那哐哐蹲腿。我说别蹲了，一会儿力竭了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不是，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让他飞不了吗？见到超人一展背，超人说：“我去，天怎么黑了啊？”你要干嘛呀？各位，蝙蝠侠尽力了，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就只能叫尽力。我敷着面膜，我无比同情蝙蝠侠。正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各位，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 他的头就这么大。我与米卡，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你知道吗？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一起拍照，一起接受采访。只要有他的镜头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我天！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知道活动安排的那1秒，魔术师变成了小丑，站在米卡旁边，小丑变成了好丑。米卡才是魔术师，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太神奇了。活动现场我也经历了，各位真是经历了，一屋子明星。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一个话题都没有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8匹马呀，你数字小你喝。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6的5次方，谁输谁喝。全桌人都懵了，谁输了啊？在这儿啊，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我先告诉你们，5的6次方大。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就想着拿到手机，点开计算器，点开之后还不会摁，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尽力了，真是尽力了。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他们俩最后和解了。他们和解的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编剧尽力了。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尽力了，真是尽力了。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尽力就好。如果可能的话，请务必尽兴。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主，谢谢大家。谢谢刘洋的开场表演，谢谢。不是，开场表演怎么还打分儿啊？这是。哦，恭喜刘洋获得4票啊！黄渤老师这个老朋友了，虽然今年是第一次见哈，这可不是，前2天还见，前天在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番外的活动上，是旁边的一个活动，主持人，我的天哪，哦。光芒万丈，我们在台下就欣赏，因为这2年真的是就一直在刘洋的光芒的辅照之下，这个，哇，在 Sketch 的舞台上看到他的精彩。你说这2年没有刘洋，咱中国喜剧怎么弄呢？是吧？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我天，快把这段剪了，我家得散。哎，这段剪了放我墓碑上播。不能说是台柱子吧，也应该说是半壁江山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呦，不是，咱中国喜剧半壁江山这么方吗？就是能看出来，一个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然后对待工作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对待家里边这个确实经济可能是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孩子挂号费贵，确实太贵。太高兴了，能够看到这个刘洋在4处闪光。乃文哥呢？这相当于这第一段线下观赏的脱口秀表演了，挺燃的，但是线下更强烈。比如说，我记得你说过一个那个全飞秒，对，做近视手术，到现在我钱都交了，我都没做，害怕。真的，我这个眼镜都是真的，我都害怕，因为你看你对这个。咱们的这个医疗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李老师，您这么说完，我还能有商务吗？我这，你担心的是商务，不是看病吗？但是你的代入感真的强。你说那个谁那个头啊，就这么大的时候，我拍的同时，我发现黄渤老师也在拍，2个头大的人特别有同感，你知道吗？就一下就觉得，哎呦，这旁边人怎么脸都这么小？你是不是有这同感？你平时拍戏的时候，旁边有一些这个非常帅的男生，包括还有一些女演员，对啊，你看跟你在一块儿。他其实比你往前多站了一步，拍出的照片，你依然脸比他大。没错，我们全景比他们的近景都显头大，所以很痛苦，所以特别理解你的痛苦。你的代入感让我真的全情投入，欣赏了一段非常棒的这个脱口秀。你怪不得叫教主，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谢谢，我天，真的，真棒。不，也别太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一个。你说的这倒是有道理啊！一会儿我发现您跟谁都这么说，一会儿再听一段，看是不是排第2了。下一个我就会说，怪不得你能入围。再下一个，怪不得你第3个奖。小马老师呢？啊，我跟刘洋上次是在那个喜人，然后你自己本身你到底会更偏向哪一边？你会更嗨哪一边？演电影儿，朋友们，我参演的电影《魔方小姐》已经开始上映了，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好嘞，太好了。在这个1个多月之后播出的时候，咱们啊，那个时候也可以关注黄渤老师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啊。哎呦呵，哎呀，这是，怪不得发展的这么好。我其实是非常真诚的在发问，我没想到他跟我唠社会嗑，我就不问了。但实际上，在我来看，它就是一件事，就是表达嘛，就是你内心那个表达欲，它需要各种介质来把它完全耗尽。我做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哎呀，挺想您的，我也特想您。这是真心的还是社会嗑？您搁这儿？真心的，您看这3季以来物是人非，只有咱俩还在彼此坚守。我仍然站在这儿，您仍然坐在那儿。
那您也没守住你。但是我会演戏去吧，我会演戏，我也聊不了这个嗑。好嘞，谢谢刘洋，谢谢，谢谢大家多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刘洋。回到你的老友席，坐在你的老朋友刘仁成的身边，哎，恰好就是每次比赛都比你高一名的刘仁成。我输了，别再比了，千万别。但你坐在他的身边，可以找一找米卡的感觉。好嘞，我们比赛开始，好不好？第一组对决，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开场就是强对决。还挺期待的，他们2个人 PK 就有一种宿命般的对决，就是想从去年一直打到今年。挑战嘻哈的朋友可以站在他的身后。哇！我对于输这事儿我已经有经验了啊，所以今年想再比一次。像我这种好战分子，肯定选辛博。整体感觉他更加的成熟了，今年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去年发生的很多事儿有了很多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俩，我感觉就是让我回到读书那个时候，就可能2个人在不一样的班，反倒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机会一起考一场试，然后我们用这个成绩来给自己一个答案。喜欢赢，哈哈哈。欣然接受你的挑战，勃然大怒，打完干饭。那第一位要出战的朋友就是喜单舞台上一直以勇猛著称的这位朋友勾拳。战过魔王，哎，第2次挑战嘻哈，不得不说啊，发现强者的眼睛，欢迎辛博。嗨，大家好，我是辛博。刚刚庞博老师也说了，去年就是我跟嘻哈啊，上一轮我是挑战的付航，输得很惨，但是我会精神胜利。付航虽然票比我高，但我比他白呀。比他拟人。告诉自己不要在意1次2次的结果，慢慢来，用智商打败他。我管这个方法叫徐制胜。生活里我也比较爱比，喝啤酒，我必须喝的最多。还得去洗手间的次数最少，如此甚好。为了比，我甚至会虚空锁敌。坐飞机起飞前，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在中国领土，你看法国阅兵，我得赢他。问 AI， 2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此为1胜。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此为2胜。洗手间他去了2次，我1次没去，此为4胜。去他个零！我心想，老头你绷住啊，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留给中国球迷的时间太多了。我默默地戴上了耳机。他手机外放没有素质，我完胜。
社交媒体整天逼着我们比，你看演专场，比不过内容就开始卷伴手礼，谁的伴手礼比谁的好。我要是想赢，就只能是大家买我280的票，伴手礼我送大家480童漠男的票。找不到王医生，可以先来找我王护士，我帮你们挂个号。总比也会很累，偶尔我也需要歇歇。我有一个不比的地方，就是桑拿房。我是个东北人，蒸桑拿我是童子功，没有对手，没必要比，因为我稳赢。永远都是我最先进去，最后出来。以后人类登陆火星，你们还得穿防护服。我带个手牌就能上。马斯克站在门口，男宾一位。关键寓意也好，进去了就能红。出了汗不冲还能热搜。但就在半个月前，我被一个桑拿大拿下了，给我征服了。墙上的温度计显示68度，我蒸了15分钟，5分熟。进来个洋人。进来第一件事，他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浇在了沸石上。嫌温度低，他挑战我。我争的是气，我也得争一口气。我相信汗水不会白流，每一滴都是为国争光。而且我东北人，喜剧能输，洗浴我还能输。坐在旁边跟我打招呼说 How are you？ 我捂着嘴跟他说 Fine, thank you。我都没说 and you， 说话烫嘴，汗流如注啊，都快干了，想喝水，渴，但我得等他先喝。他终于拧开了瓶盖，我倒了一口在嘴里。他又把水浇在了沸石上，我一口水也喷在了沸石上，但其实我偷偷咽了一小口。74度，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要糊了。商纣王当年刨涝之刑不过如此吧？我在这比啥呢？比干。我也想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上面刻着爱比赢？但我得忍着，要热哭了，但我得忍着，因为如果眼泪滴在了沸石上，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葡萄干了。只有我知道葡萄经历过什么。对着桑拿房的玻璃门，我的脑袋上开始冒白烟，我物化男性了。任何一个按摩师傅看见当时的我，都说不出那5个字儿：你湿气重啊！得精神胜利了，我南宁他。身材比我好，此为一败。体毛也旺盛，让了我一套保暖内衣。此为2败。关键老哥还把地下所有人留下的瓶子一一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素质还比我高。完败。要窒息了，我要出去。我要回家，我想我妈。你就站起来那一下，坐久了，起来猛了，头晕目眩，咣跪地下了。
这一拜。一拜天地，他居然还过来扶我，一伸手，我赢了。他手臂内侧有个小纹身，他不能考公。临出去我还有半瓶水，我都浇在了肺石上，我要洋人死。他看见了，对我说谢谢。出来之后脱水脱得我整个人都干了，人脆脆。猛猛喝水，找了个汤匙泡了半天，才发。我脱水浸泡，我是个三体人吧？还向地球发射了太多的水滴。经验就是以后在桑拿房遇到陌生人搭话，记得不要回答。我不怕输，朋友们，但好像除了赢，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长期主义，那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还是得赢。这套段子得到大家什么评价，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但你就是不能说辛博你太水了。我干了。你们随意，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谢谢辛博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聊了这么多好胜、爱比，今年比赛的这个有目标吗？要不要实话实说呀？目标肯定是要拿冠军啊！因为我。谢谢，不用。因为从小我就记得一句格言，就是如果你想射中靶心，你的目标瞄得高一点，因为会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嘛。所以我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好胜这件事的渴望，它是驱使我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希望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乃文哥，我看第一个就拍了。对，因为我觉得这辛博，我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能力其实挺强的。你看，跟刚才那个刘洋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他是娓娓道来，思维医生啊。然后呢，你的很多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我拍就拍在你这个非常人的角度上了，思维二胜，思维一排。然后我这个戴上眼镜，我就很清楚能看见你这个头发的造型，这个智胜的这像不像徐志胜的那个头发？是你故意的吗？其实因为已经戴了发片了，如果不戴发片，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发型。哦，是吗？对。思维三胜，思维智胜。你的文本的每一个谐音梗也好，每个小包袱也好，让我觉得很惊艳。你是我看到的第二场脱口秀的演出，真是不一样，非常棒，非常棒。你应该说，你是我目前以来此生看到过的最好的脱口秀现场。目前是啊，目前是。刚才刘洋是。李老师，我还在呢，老师，我还在这儿。三胜都剩我了，是。其实他就特别稳，我看之前他的那个好多表演也是，他也靠文本的那个对仗的节奏，前面给你埋下来，后边该怎么出，就是特别有底哈，他就是不慌不躁的，慢慢的往外出。而且又是在讲好胜心，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好找好那个分寸，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这个啊，我也比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喝完酒不上厕所，桑拿看谁蒸的时间长，我有同感，真的快死在里面了。就男孩儿，哎呀，这岁数咱说男孩儿，反正就这意思，就是你理解精彩，对，反正就男的，就是这个胜负欲还真是在心里，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种子。都一样。刚才我听辛博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荡秋千，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久，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高，人家都下去了，我还要在上面。就后来开始大回环了，是吧？
后来练体操去了啊。但是辛博其实他的舞台上和他私下，我觉得反差还蛮大的。你在台上是一个就挺有攻击性的，但是你又很自信的那种状态，有点狠的感觉。然后那天我看了你的婚礼的 vlog。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在说，他说宝贝你那个往里站一点，要不晒到你了。就是跟他在台上跟我们交流什么的那个语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一面是很特别的一面，是留给你爱人的一面，就一下子就触动到我了。对，感谢您老师。生活里的朋友了解我知道，其实我本身攻击性没有特别强，甚至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愿意去照顾别人的人。可能到了一个带比赛性质的舞台上，我就是想比想赢，然后我觉得你想赢的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就显得自己就会很严肃啊。但我觉得你这样很帅啊，我觉得想赢有攻击性都不是一件坏事儿。谢谢您，哎。我觉得辛博他这措辞其实特有意思。你看他要说那个蒸桑拿的时候来一外国人，你觉得这是一友人，他说这是个洋人，哇，就是我必须得跟他 PK。但是我觉得您这身上有一个特拧巴一点，在于就是您是一特稳当一人啊，包括自己在舞台上这状态，但你又同时又好胜，那你这事儿怎么平衡？到最后输了，那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我好胜心主要体现在于我愿意做那些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的选择。我如果赢了，我肯定会很开心，但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我自己能承受的。我就是想这样啊。不管能不能赢，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激烈，一定会硬碰硬。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辛博是要接受胜利还是精神胜利。请你来到休息区。好独特的修炼方式啊！难道这就是要成为喜剧之王的男人？不，我是要成为洗浴之王的男人。桑拿界必有我一席之地。洗浴之王桑拿记，没错。第一步就是打磨自己的身体素质，打好底子，你才能争第一。哇，这会儿来不及了吧？你得从小喝皇家美素佳儿才行啊！3重真萃，3D 愈护，守护宝宝强大体质，成长啥都可以。你让我看看。哎，我奶粉给我，快！正上拿，记得有人搭话，不要回答。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辛博的对手，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期待，也给辛博不少的压力，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行走的女侠。她的统治区除了舞台，还有天空。我们欢迎嘻哈。今年也来了，被勋博选了。去年他也挑战了我，我很喜欢这种坦诚的宣战，很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一玩。今天来参加节目做造型的时候，化妆师就说：“哎呀，虾姐，看你去年1年都披了头发，我们今天把头发给你扎起来怎么样？”我说不要，大妹，因为当空姐这么多年，我快扎吐了。我现在对扎头发已经 PTSD 了，我甚至 PTSF 披头散发。然后化妆师说：“哎呀，姐，我就想跟你学一下，你们有很多法式的盘法呀，中式的盘法很多。”我说：“妹妹，理解一下，不是我不教，是我被职场捆绑了13年，被乘客喷了13年，头发被皮筋捆绑了13年，被发胶喷了13年。”他说：“姐 ，hold on。”他说完全看不出来，你当了52年的空姐。还在那里算30。我跟大家讲，辞职当天我完全能感觉到，除了我以外，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头发。我在那儿办辞职手续的时候，走出大门，我感觉我的头发全部立起来，这是飞扬的感觉，就那种。不要怪我这么叛逆啊！确实这么多年我真的受够了。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乘务员扎头发，发际线都快推到背上了。最近世界杯大家有看吧？空中哈兰德。就必须固定到哪种程度，就是碎发也不行，有胎毛也要剃掉，就感觉哪怕我们这个飞机，它是个敞篷飞机，我这么天上顶风飞行，落地了我头发必须纹丝不动，感觉你退休了可以直接这么抠下来，留给下一个空姐，你跟她说端好，这才是铁饭碗。
该知道，我们为了梳好头发、固定夹子，什么护士行业的、教师行业，大家都应该知道，就会别很多那种黑色的一字发卡，对吧？总可以了吧？没那么简单。在职场上啊，真的总有一些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最大化的为难你。他规定要求我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是头上固定头发的夹子不能超过6个。朋友们，6个夹子，连我腋毛都夹不住。而且飞行前，我们所有乘务员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仪容仪表检查岗，有一个人会拿一支笔在点你头上的夹子。有一次我就被检查到了，我叛逆嘛，我头发梳不好嘛，我于是洗软它就别了7颗夹子，我就被检查到了，多了一个，7个，直接给我下航班让我去谈话。我一进去，我感觉我犯了好大的错，领导全部在那儿问我，说吧，为什么多了个夹子？我说啊。哪里呀？不能讲吗？领导说把你夹子从喉咙里抠出来。你在那种情况下，我本来想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嘛，后来失败了。但我实在没招了，不久后我就直接剪了一头短发。我短发空姐飞了很多年，但是又被一位领导说了我一下，他说你本来个子就这么高了，再加上你短头发，会很容易让旅客觉得你有距离感，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投诉你没有亲和力。哦，高个子短头发亲和力不够，那你以后招你就招矮个子长头发，哎，你就招一群武大郎站在客舱跟旅客这么正式，对吧？什么都不用做，在客舱里面挑着担子把饼发完就可以了。但是行李就只有旅客自己放了。真的，我还跟我们领导 battle 过几句，我说为什么？他给出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们头发梳这么紧，限制头上的钢夹数量，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哈，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头发会掉在旅客的餐盘里。我说实话，你怕我们头发掉，你岗前培训，你第1天就给每一个乘务员发一顶泳帽。哎，我们就往头上这么一套，每一个人都天庭饱满，统一每个航空公司的 logo 就打在泳帽正中心，对吧？旅客一样呼唤你乘务员来啦。你还觉得不保险的话，你干脆面试的时候你就直接招光头，没有那么多光头，你就给他剃成光头，对吧？你到剃成光头之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你都不用规定我们6个夹子。你剃完光头，直接给我们点6个戒疤，就这么2排点上。旅客上来看，其实是2排小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空姐发一天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会啊，听公司前辈们聊到以前的规定，说头发梳不好最高可以扣30，开会迟到扣30，扣完100直接滚蛋。我说那怎么办？前辈说你听我说。我们有加分项，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有加分项，我们可以弥补。所有乘务员成功处理1次劫机，加5分。什么概念，朋友们？5分。我要成功处理6次劫机，才能抵我1次披头散发。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最后1个月我已经扣了30分，马上被开除了，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劫机犯。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办。我刚刚在那服务，妹妹说姐有个人劫机，我说哪里来了，我可以加分了。我刚要上去跟他搏斗的时候，我的同事弟弟一把拦住我说姐我先打吧，我已经扣了60分了。我说弟弟我也扣的差不多了，一起打吧。然后我们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劫机犯一把抓掉了我的泳帽，看到我头上6个戒疤。他说这是，我说和尚撞钟，空姐发疯，出家人不打诳语，只打诳徒，打完收工。疯了，最后用尽全力把劫机犯打趴下，加5分，还差25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左算右算，我真的我就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走到他的面前，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旁边5位跟你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人来的吧？来，起来，起来，再劫5次。劫机犯在劫难逃，一看打不过，说不劫了，不劫了，不劫了。我刚刚松一口气，他转头就要投诉我说，我要投诉你没有亲和力。我说啊，哪里啊？没有亲和力吗？
开玩笑，我这辈子其实都不想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加分，更不想因为这些畸形的规定去扣分。如果非要选择一种畸形的话，我选择波音747。谢谢大伙，嘻哈，拜拜。谢谢嘻哈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每次嘻哈演都有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啊！我又得问这个问题了，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是不是？是的，啊、我非常不理解，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手册还是纸质的，我当时看到结基只加5分的时候，不是结基加5分，咱说清楚是智齿结基加5分。好，我们是智齿结基加5分。不然你夹子掉了，我现在要结6次基，大家冷静，6次啊！对。我为什么说这个规定，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事们每天把这些精力放在怎么梳好头发、怎么数夹子上。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安全的运输行业，我们本来就应该基于安全，不要让我的同事再因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担惊受怕。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保障旅客的安全的前提下，再给予大家必要的服务。我很喜欢飞，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替我继续平安的飞下去，飞到退休，热爱这个蓝天。谢谢。你刚才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我之前看过你线上的那个，也说的是空姐的。对，从那个像那个吊，对，那个太棒了。怎么了？对，怎么了？就太形象了。还有这个结基，这个为什么只加5分啊？它是这样，它分数的属性不同啊。智齿结基它可能是加了公司的大的5分，然后你扣完了，就是我们的行政分又是什么单独的分，其实它最后算下来还是统一的。但是现在OK 多了。现在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发展，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我说我有幸就是参与了民航业发展最快的10年左右，然后规矩也越来越好，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安全员为什么身上有执法记录仪，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没有的。都是慢慢的，我们在客舱里面闹事的越来越多了，以及乘务员受骚扰的越来越多了，他可以1秒钟记录下来这个东西，然后就配备的所有东西都是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或者是血和泪换来的。挺棒。所以你看，就是吐槽，我们平时也爱吐槽，但是嘻哈的吐槽就让你喜欢听，就特别有趣，而又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我喜欢你的吐槽，很棒。谢谢。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整个脱口秀里边，他的表演成分占得很大。对啊，手舞足蹈啊，他跟我们前面这个辛博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辛博左右溜达溜达，控制一下节奏，然后再来一句，再来一句，他就有点像机关枪。说这个舞台上的精彩有各种各样的，他上来的时候我就抱着期待。对。上次我记得我说他像是就是洗完衣服抖完了以后根本没拧水，上来啪这么一抖，能抖你一身那种感觉，但是就特爽特脆，也确实是身上有一股侠气，还有一股野劲儿，这不太容易，我觉得是一股新风清风不一样的风。嘻哈好全能啊！其实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蛮严肃的，对，但是你用很幽默的方式去把它给表演出来。我觉得你的肢体、你的声音、文本各个方面，你都在给你加分，在塑造，我就觉得好厉害。看着你是一个挺锋利的人，对，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就是会觉得很想跟你当朋友。来吧！哎呦！感觉你能保护了全世界的身上有那种能量。我确实是因为被这个扣分的这个头发梳不好，我觉得他们太故意挑刺儿了。包括现在，我那天徒弟还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分享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旅客2周之后再投诉的他，说他开可乐的时候，在他脑壳旁边开着，他被那个可乐的气冲到了重感冒。哦，真的？对，要去调查，然后各种很麻烦，就很好笑。不，这种还需要再去调查？我也不理解，我说这种还需要去调查？你们把它剪出去，甩到我领导面前，快点！很奇妙。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去感谢嘻哈，要是没有嘻哈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把他们这些不太合理的规则说出来，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理解到这边，或者是你像之前你说了很多已经改变了的，就谢谢你一直在说这些东西，很重要。
也是谢谢大家有听到，也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觉得可以扣分，但是你比例不应该那么大，你奖惩应该正常嘛。当然，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话，真的请大家相信，所有乘务员都是有信心、有责任、有能力保护大家安全的。我们中国民航也非常安全，谢谢大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从这一季开始，我发现只有您换成了这个耳挂，这是一个想法吗？一个巧思？对，方便一些。我总觉得这个我怕话筒甩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即兴演员出身，所以我戴耳麦戴习惯了。我也挺想把我即兴那一面，就刚刚那个内容形象跟单口结合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我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就是觉得，首先说相声穿着大褂有一桌子，有时候这个符号化有点太过于太刻板。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把这些东西拿掉，就像您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哎，挺好的呀，拿掉。对，我现在把相声彻底拿掉了，拿掉了一个，太刻板了，保留桌子，放一个空姐的推车在旁边，然后你随时给他拿。他性格真好。台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观众识别起来，视觉也好，感受也好，特别清晰的符号。那时间长了，可能表演者自己又想去推陈出新，我觉得都是推动这个东西发展吧，挺好。好，那我们看到嘻哈跟辛博都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那对决要有个结果，我们请辛博回到舞台中央。现场观众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谁会拿到这一场的第一个晋级名额？请看大屏幕。差不了太多啊，最多也就差10票。我感觉嘻哈有，不好说。恭喜辛博204票，直接晋级。厉害！嘻哈196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那我们要根据规则，暂时请你前往待定区。好，拜拜拜拜拜拜。休息啦，我来躺沙发啦。我们也恭喜辛博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好胜心持久，我觉得他身上有恒心，持之以恒。好胜心是推动一个人完成一个作品往前走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轮比赛，我觉得应该不下20场。那去年我觉得他也在某些方面上在找寻着自己的突破。你要是这托举别人，你就输给他是最好的托举。哦，原来我在托举你。那去年我也托举过你。哎呀，谢谢你的托举，谢谢你的托，我俩都是彼此的托。我们俩托。嘻哈，快点要登机啦！马上！嘻哈，你那个穿什么衣服啊？有金色特了，扣30分。不是，哎呦，头发，你个头发没有 sense 的，你找一塌糊涂，塞塌里糊涂，扣30分。我夹子这么大，重大失误，扣50分。闭嘴！你扣分，一天到晚就知道扣。我早就在淘宝闪购点外卖了，种类超丰富，优惠多，品质有保证。悦享会员每月还有免单卡和1V1专属寄送，很快就送到。怎么样？我这夹子还买1送1呢。哎呦，你，不要闭嘴，话都说不清楚。哪辆快点带着去，哪辆快点带着去。喂，您好，您在淘宝闪购点的奶茶到了。放门口吧，谢谢。哎呦，怎么突然打喷嚏了？是不是有人骂我？上来一组就是强对决啊！后面的演员朋友肯定有压力。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于博和浩。因为关系好嘛，那环顾四周，周围可能因为他顺位也高。好。成都其实能和我一起改稿的人确实不太多，忍不住哼唱。我在成都其实还挺依赖张家豪的，
对，就是一起唠一唠，争取就是每一篇都能给他出一个他最后能用得上的，我觉得就挺好。我看我画个啥？封笔，完事了，都速写。就首先蜡笔小新就是感受嘛，就是在我眼里确实是个烧鸡鸡挺狗的一个人。然后呢，必须是跑刀的，一问就是跑刀。现在开始打牌了。然后这个呢，我是觉得但丁照镜在我心中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场。然后画了一个镜面的这种成像，哎，这是他在照镜子。但是它这个镜子一点都不符合光学的传播原理。但是这面就是纸的受限，这并不是我知识的限制。哎呦，因为刚才说他是盘锦硕士王八，就给他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宽肩是他的标志，他是这个整个组里面肩最宽的人。但他最近不练，浪费自己天赋。我也认为他画比较好，这大宽肩。哎呀，谁晋级了谁拿这个当头像。对，谁晋级谁拿这张头像。嗯，首先要登场的朋友来自东北的00后小伙，小少年，但很多烦恼。哎，这次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人生问题呢？掌声有请于博。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哎，可以，别整，我不太适应这些。说实话，我知道我去年确实也上了这个节目，但不太好意思承认这种事儿。比如说，生活品质确实越来越好，好的有点太快了，老想买那个中产的老贵的东西，但穷人当时间太长了，不知道买啥。他们都说中产去户外穿那个很贵的那个鸟，我买了2套贵人鸟。我不知道中产到底买啥，我只会模仿中产。去年1年，只去山姆买牛肉，我都不做饭，一买半头牛就在冰箱里冻着，牛肉在我家定居了。我家现在户口本翻个第2页就是安格斯牛肋条。上个月买了一辆公路车，哎，太中产了，是因为我刷到社交媒体，黄景瑜就骑公路车。我说那我骑和黄景瑜有什么区别呀？那玩意儿又不是用脸骑。刷着当天就去买了，店里买。我们中产都去店里买。迪卡侬，车油啊，1300，打折的。我这骑上那辆车往家骑的路上，才发现自己不爱当中产，因为我家现在住宝山，车是在环球港买的，那回家路上得骑20几公里。骑公路车回郊区，那骑10公里没有公路了，骑进工地了，我在那修地铁啊，骑一会儿推一会儿，骑一会儿，太心酸了。工人看着我都可怜，那孩子别推了，别，地铁马上就修好了。哎呦，好不容易从那个地铁里边推出来，哎。不想当中产，想跟旁边外卖骑手换车，想当众包，越骑越感受不到腿的存在，好不容易骑回家了，共情海的女儿，想要一双能走路的腿。我家是那个小区附近都叫什么共富4村，这个小区名一听就会丢自行车，这就是我和黄景瑜的区别。他住市中心，他那车据说10万，偷了就判。我那车1300，得偷3遍，刚够立案。哦，上网搜公路车怕被偷怎么办？网上默认骑公路车都是中产。第一篇笔记说可以考虑停在自己的车库里。太有道理了，你不说我以为得停在邻居的被窝里呢。最近的车库离我家1.7公里，我每天把车停车库还得扫一辆共享单车回家。
哎呦，我每天讲完开放麦，骑公路车回宝山，不像中产，像知青。没人管我上山下乡上宝山呐。那种心态越骑越偏激，越骑越不小资，感觉自己特别像在农田里边喝咖啡，坐在田垄上喝美式。哎呀，身后的农民在拿铁。就是那中产越当越痛苦，哎呀，因为上海最近又到梅雨季了，那骑着骑着就开始下雨，周围电动车都有挡风被和雨棚，我就撅着屁股搁那硬骑。上海骑公路车是容易当潮人，有时候赶上雨大湿人。住在郊区，边塞诗人。我那生活王维都描写过，单车欲问边。哎呦，骑回家浑身湿透，腰也直不起来，像刚从水里拿出来的龙虾。公路车是没有后面的挡泥板的，有虾线。我都开始问我自己，哎呀，那么累，为啥非得当中产呢？因为你不挣钱之前去模仿有钱的爱好真的很难，对吧？我会去打网球，但只能偶尔打，一家店只能打1次。那新人券第2回凭啥不让我用啊？我不是现在才开始虚荣，我从考大学来上海那年就开始幻想在上海阶层跃迁。努力上流人士，我那幻想里边上海打工都上流。那个时候脑子里全是幻想有钱人的生活。上大学体育课学的是手球和高尔夫，这就是同济体育不教马术，要不指定让你们这帮上海人知道什么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上大学学高尔夫和学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区别，毕业之后都用不着。你网球还能偶尔打。我家那高尔夫球场不让我用团购，太傲慢了。那么小众运动不让大众随便点评。妈呀！那我现在真的被架在这儿了。那些不体面的爱好，我不敢承认，我都只能偷偷做。我都睡觉之前偷摸下载一个快手，然后看，第2天早上起来还得卸载。我的手机快手下载量得有176次。我特别喜欢看里边这个视频，偷偷看，叫“跟精神小伙过1天”。你们去看，那个是最纯粹的快乐，每天纯玩，不在乎明天的玩，今天玩完就死，怪不得只能跟他们过1天。那里边他们的快乐太简单了，4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就开心，4个人喝1杯蜜雪冰城就开心。4个人喝1杯满杯百香果，每个人都可以喝1/4杯25香果。我已经不敢承认我羡慕他们了。我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声音是，相比于公路车，我确实更爱骑电动车。但骑电动车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爱好，那是别人的职业。你骑电动车在苏州河边拿着一杯再好喝的咖啡，都像是偷顾客的。骑公路车骑的车水马龙，就是破风的彭于晏。电动车但凡闯1个红灯，超时的南瓜。我真的被困在那辆上海的公路车上了。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要先爱上骑公路车，还是要先挣钱从宝山搬到市中心。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先回家把牛肋条吃完。就讲完了，谢谢你们，拜拜。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于博，感觉好笑中带了一点点的悲伤啊，是吧？
我大林，我看频频点头了。是，就是比如说老想让自己多一门爱好。我有时候就特别犯愁，我跟于博似的，我也买过这车，但是就不太方便，有时候感觉，因为你骑它，你好像不能穿成这样就骑，你得换上那一身袍套靴帽是吧？你正经的得特专业的骑那才叫骑。就因为网上说那些骑的，他们都是住在梧桐区，下楼就骑一圈再回家。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骑车，周围都是大挂，我一不小心再让它碾死了，真是。因为哪儿快呀？你这一脚蹬出去2公里，那你说在城里他们骑不起来呀？这蹬起来一脚，然后又刹车了，不知道乐趣在哪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难，难。他们还得穿那个骑行衣，那玩意儿更羞耻，那玩意儿。要不骑得快呢，生怕你看清楚。对，你骑过几次呀？我后来就我骑那折叠车。那折叠车比较方便，就是你骑着它出去，然后你干点忙，你叠完之后，你打车就能回家了，装后备箱。这公路车只能叫货拉拉，你知道吧？就是你那个特像代驾。骑到市中心，掏出一个坎肩儿，对，接单了开始啊。这些于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子。比如说网上人家怎么样生活，然后自己好像也说我多开发点爱好吧，再精致一点吧，但真不适合。对，网上给你洗脑那个话都说什么，你只有做这些东西，你才爱自己啊！对，你天天上网吧就不爱自己，就是老让你去健身，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是健了身才知道，我身上有那么多关节可以受限。这倒没有什么真的爱自己，爱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就他们说的那么几种。对啊，就是很多就像你说的精神小伙，那我们偶尔尝试一下，快乐一下，那不就爱自己吗？互联网的审美会让你往标准化的方式去走，标准是你自己定义的，不是他们。对，因为刚才思纯说那个，我特别认同。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尝试的权利。所以刚才我觉得于博的那个段子其实挺难说的，其实有点像散文，但是呢，你里面的内容不散，就是里面的这个支撑的东西不散。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的方式让我感觉特别像即兴，就他随性。那个包袱呢是给你就是嘚儿突然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完全意想不到，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感谢。其实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挺高的称赞。其实大家都知道脱口秀是我们会提前写很久，甚至练习很多遍。但是如果今天的观众第一次听，就像是你当场有感而发。对，像跟你聊天一样。其实这是一特别高的称赞。感谢。但这就是一个理想跟现实中间产生的错位而产生的这种感受什么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喜欢喝红酒的时候，那时候觉着听了好多身边的这个懂的，什么左岸右岸勃艮第啊，各种的区分，我就买了挺多的。然后那时候正好家里边住了一哥们是唱民谣的，我们从小喝啤酒一块长大的，所以呢就是晚上那来了喝点吧，我是终于有机会跟他展示一下了，什么入口啊，什么回甘什么的。然后结果第一杯高脚杯，这么大高脚杯，哥们儿一边听着我说一边等就给倒满了。我说那个层次挺丰富的，你慢点唱，你这样。这次哎呀都差不多了，嘎就下去了。后来你就跟上来以后，你说那个确实挺快乐的，你知道吗？刚才听你那个，我一下就想起了我那个朋友，就是你在路边的那个半挂，你知道吗？因为我描述的没有红酒那么高级，我还没有涉猎到，可能让我再挣1年钱，然后就有可能就是我的描述就是困境嘛。可能很多来上海打工的人也是那种，我必须得摆脱老家那些土的东西，我一定要变洋。但就在有一个阶段，你就被困在这2个城市中间了。我心目中的一天，我像前天已经过完了。就是白天你干点什么事儿，然后精神充沛的走进网吧，干一宿天，到早上起来吃个包子，回去再睡觉。MK12满配了，一枪给你干死了。哎呀，又没约了。吃完早饭再去睡觉。谁要清晨吃早餐啊？我们吃今天的早餐，睡昨天的觉。大骨熬汤鲜肉包，这是最长的香肉。
梦想实现了鲜肉一个，跟精神小伙过一天。青菜粉丝。这是我从小到大都很想要过的一天。我们就对停滞不前的害怕，这个确实是我从大那种心里面的顾虑。好像今天如果我不写作业，如果今天放暑假不描一篇字帖的话，我就是已经今年就荒废了，对荒废的恐惧。确实，每次我听于博的段子，都能听到底儿上有一点那么难过的那些小事儿，但这就是于博的风格跟特点，就也有照镜子的感觉。谢谢于博，谢谢，感谢。我先不公布票数，请你先来到这边的休息区。浩是今年的新演员、新朋友，但是其实也是我们第一轮几位复活金牌的持有者。同样也是来自东北一位学霸，但是这气质啊颇具反差。我们掌声有请浩。